兵部大印丢失案哈。嘉庆皇帝把库房里面兵部大印的印夹拿出来，发现里面都只有就整个官场的腐败低效、形同虚设啊。兵部大印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兵部大印可以调动全国的部队。兵部尚书竟然把他的大印交给一个很低阶小吏来保管，基层的小吏，他负责看管大印。他竟然把他的大印就随手挂在一个支柱上面，然后他竟然出去玩，玩完之后回来就睡着了。醒来之后发现兵部大印不翼而飞，当然非常的急哈。他忽然想起来有一个备用的一个印夹，把那印夹里面哈就用了1500枚铜钱摆在里面。让那印夹拿起来很重嘛，感觉那个东西还在，他想瞒天过海。不过嘉庆朝确实让清朝得到了一点积累的一个过程，但问题架不住实在是吏治太差啊。因为呢，这里面就出现几个问题。第一个，嘉庆本人确实非常痛恨贪污啊，他对贪污甚至恨到了他写诗，你知道吗？他非常生气啊。但是问题是呢，官场的问题啊，从和珅乱政以来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糟糕了，而且再加上嘉庆这个人比较温和啊，所以人都是这样，不作死就不会死。但当你不作死的时候呢？有些人呢就觉得我不会死，所以呢我就继续散漫啊，继续的闹，所以整个官场的腐败非常严重啊。这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也是让人家觉得叹为观止是什么呢？就是呢在嘉庆朝所发生的兵部大印丢失案这个案子呢，我看完资料的时候，我是觉得瞠目结舌啊，学长，兵部大印丢失案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好，我们刚刚讲到清朝整个朝廷的行政效率跟整个满族集团的堕落低效嘛，那其中在仁宗朝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今天看都有点滑稽了哈。什么事情呢？就是历史上称作叫兵部大印丢失案这个大印丢失案在当时可以说是震撼了朝野兵部大印为什么那么重要？很简单，因为兵部大印可以调动全国的部队，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国家的印信所以兵部尚书通常在中国各朝里面，大部分都是排在6部尚书当中非常前面。以明朝来讲，兵部尚书是排第2，各位，对，仅次于吏部尚书。文官是吏部管，武官就是兵部管。简单讲所以基本上兵部尚书都是皇帝的亲信或皇帝非常尊敬、非常信任的大臣大部分皇帝去哪里，兵部尚书就会跟到哪里，因为国家随时有紧急状况的时候，对不对？他就可以立刻从兵部调大印出来，调动全国的兵马去应付在嘉庆24年的时候，嘉庆皇帝又要到木兰围场去打猎。其实这一年我告诉各位，嘉庆皇帝身体已经不太好，可是满清皇帝的一个例行公事嘛他必须要借由这个机会完成很多政治任务，所以当时兵部的人员也都跟着他一起出去当时清政府里面的风气，我刚刚讲就非常散漫，就没有想到在狩猎的时候，兵部尚书竟然把他的大印交给一个很低阶的一个小吏来保管。其实这个事情如果他好好保管，不要弄掉，其实也就没事了。行之有年的嘛。对，其实我们当过兵就知道，有时候文书兵那种，虽然他地位不高，对不对？当然有时候保管很重要的公文对，有这种状况，其实在整个官场里面或者官僚体系里面，我们也都知道了如果他不调也就没关系，但是问题是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他保管，他竟然没有好好的加以保管。当时有一个基层的小吏叫做余辉庭他负责看管大印，他竟然把他的大印就随手挂在一个支柱上面，然后他竟然出去玩，玩完之后回来就睡着了。醒来之后发现挂着兵部大印的包竟然就不翼而飞。不见之后，他当然一开始也非常的急然后不知道怎么办，因为随时朝廷都可能要用。他忽然想起来有一个备用的一个印夹，就是放大印的盒子可是里面是空的因为大印不见了。我们知道以前官场大印都是用很重的玉石雕刻的对，他就把那印夹拿过来之后，里面就用了1500枚的铜钱摆在里面，让那印夹拿起来很重嘛，感觉那个东西还在，其实已经不在，然后再把它锁起来他想要用这个方法瞒天过海，就把这个事情给 cover 过去但是这个余辉庭讲一讲，这个办法绝对是无效的，因为迟早把盒子一打开，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所以他当时就想说，那他应该要拉更多的人来下水他先找到了另外一个老吏叫做包干这个人在兵部衙门当中已经行走非常久了，所以他对整个兵部的状况都很了解基本上他找了这个老吏来之后包干他知道负责收印的官员是相当懒惰的，所以常常把这些东西乱丢所以他找到包干的目的就是希望
到时候这个事情就不要在秋寿这段时间检查，到时候能够回到北京之后，这个里面装着铜钱的印甲就直接入库，等到秋寿结束之后，这个印就暂时用不到，起码半年不会再打开哈，所以这个事情就可以先 pass 过去所以他花了50两收买这个包干说等到明年春天之后再说哈。几个月之后，他们2个人想要到时候再潜入这个库房当中，伙同当时一个卫兵一起来制造了一个假象。什么假象呢？他们当时的计划东西是摆入库房之后，结果被盗窃了，不是在秋寿的时候从他们手上丢掉了。这个事情当然是纸包不住火了。到了嘉庆25年春天的3月，皇帝预估这时候准备要到东陵就是满清的皇陵。重新再去祭祀一次所以这是嘉庆皇帝就下令，就是说，那我们要叫兵部的大印跟兵部的人员就要跟着去结果把库房里面兵部大印的印夹拿出来之后，打开竟然发现里面都只有对，没错，空夹了，里面什么都没有当时是嘉庆25年的农历3月初8。他本来隔天就要出发，就这个印竟然不在了这件事情让嘉庆非常生气。怎么会这样？这个东西是带在我身边的，而且直接入库房里面就竟然就不见了当时就下令要彻查可是问题是彻查了半天根本就找不到啦，各位。最后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料，大概找了2个多月，而且还连续上了好几波的奏章以及调查报告给他，反正就是写了一大堆，谁也讲不清楚这个印到底在哪里大家都在推诿射责把这个事情不断的推卸甚至于还从中央查到地方各位，还从北京一路追查到江西，已经追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你看已经夸张到什么程度？各地的报告大部分都说大印不在我这，要不然就写了一大堆跟这件案子完全无关的东西去搪塞皇帝这个嘉庆越想越生气最后就开始大规模的开始惩办这些人员包括庄襄亲王绵克吏部尚书殷和这个内阁大学士曹振庸3人拔去花翎，用今天话讲就是降级啦。因为曹振庸被加罚降为2品之后，重新再把兵部当中所有有关的人员都加以惩处，包括一大堆了，包括兵部尚书松云兵部书吏包干，就我们刚刚讲帮忙掩护这件事情包干被放逐到黑龙江另外于辉廷革职被流放到伊犁为奴其他像兵部主事兵部笔帖等等这些人无论满汉。大部分都遭到了惩处。各位，请注意一件事这件事是蛮严重的，也热闹了好几个月，对不对？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被处决。对，包括这件事情最该负责任的于辉廷跟包干，另外还有就是把印乱丢的呢，兵部的几个大官像松云戴连魁等人，大部分都是降级。而且我可以告诉各位，这些人降级一段时间之后，后来又重新回来了。现在像戴连魁他是当时第一案发了兵部尚书，就戴连魁什么时候复出？各位你知道吗？到了道光就复出了。对，其实戴连魁也不是个坏官，因为当年和珅在权倾天下，戴连魁也不附庸权贵啊。对，所以这就曹振庸后来还当了首席军机大臣。所以其实大家要了解到一个问题，就是对嘉庆来讲，他很尴尬。就这个时代其实他已经是官场的僚气这个习气已经越来越深那有一个老朋友啦，大家如果之前有追过大任氏，还记得富察明亮有没有？明亮，当时呢，因为他作为监管的大学士因为明清是实施这个内阁制度嘛，他是内阁大学士，但是时年已经85岁了，所以嘉庆皇帝呢也只革了他。但是也没拿他怎么样，毕竟大家也知道明亮有战功嘛。当年呢，没错，在乾隆朝大小金川之一的时候，但是问题就在这里就你只革职，谁会怕？那最多就是拔官嘛。那拔官过几年可能又回来，所以这也是嘉庆朝的一个重大困境。就这空运案是让人家觉得扯到爆炸，就是说，就怎么可以这么扯？对呀，怎么会这样散漫到这种地步对，很难想象。这官印都可以丢了，这不可思议的程度，没有人被杀头。我再说一次，在皇帝的眼皮下丢的，可以这样讲。而且是皇帝要出去了，我部队要带出去了，要去围猎了，结果竟然到这种程度。对，这是很扯，所以这也扯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嘉靖朝的内乱很多。为什么？因为吏治败坏，然后朝中官员散漫那嘉靖朝有所谓的3大内乱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家道中衰，就是说嘉庆真的是一个个人品德上没什么问题的皇帝，人也非常的温和，但是呢，他可能没办法做盛世之君，也没有办法做乱世之君，他甚至连守臣都显得很吃力忠心更不可能了，可以这样讲。这是嘉庆的一个格局的问题那这个3大乱里面呢，首先
前我们刚才讲了，君臣很混乱嘛，那我们先提一个，这很有名的天理教之乱啊。对，想想这个天理教乱到底多夸张，是不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天理教乱又称癸酉之变啊，因为它发生在嘉庆18年癸酉年啊。先讲一下什么是天理教，天理教又称八卦教啊。天理教现在我们的研究一般认为它是白莲教的北宗，那白莲教当时的力量已经非常大了，从乾隆晚年开始就在全国各地发动各种的事变啊。那天理教主要活动范围就在今天的河北、北京这一带啊。那他们也是拜无生老母，也是类似佛教这样的一些仪式啊。那当时天理教在北京这里的领袖叫做林清，据说他买通了当时朝廷里的几个官员啊。这主要是防守深宫大内的几个侍卫跟宦官，组织了200多人，在嘉庆18年了，也就是1813年的9月15啊。各位请注意，9月15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是秋天，是皇帝去木兰围场狩猎的时候，所以趁嘉庆皇帝不在家的时候多人，各位不是很多人哦，请记住哦，只有200多人哦，而且大部分是乌合之众老百姓就拿着简易的武器兵分3路除了在北京城之外，在河北当时叫直隶在山东。也有一些天理教的教徒，同一个时间开始攻击各地的官府在9月15号，林清带领了200多的教徒，假装成商贩。我告诉你，这个是让我们今天看的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先跟各位讲到了道光2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道光皇帝下了一个命令，我们今天看起来就觉得不可思议的命令，就是他不准商贩到紫禁城的围墙内来买卖。为什么？因为据说道光皇帝有一天发现，有很多老百姓竟然可以任意的进出紫禁城的宫门，进入到城内各位来做买卖。各位，这个状况其实不是道光这样，在嘉庆年间就是这样也就是说，当时整个大内侍卫已经形同虚设了从上午开始。陆续混入深宫大内之中这个紫禁城各位，对，从东华门、西华门陆续混入。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个图1跟2就是东华门、西华门，就他就是进来里面假装商贩要摆地摊，大家知道吗？竟然就大摇大摆就进来了，没有人拦他们已经到这种地步然后进来之后，200多人竟然就直扑养心殿了，各位。对，他们要干嘛？直接把深宫大内拿下，攻占整个紫禁城。用今天话讲，各位，这叫首都革命各位知道吗？政变。对，据说他们这200多人露出真面目开始拿出武器杀人，往前冲的时候，整个宫廷禁卫军大部分都是一哄而散，几乎没有什么人抵抗。照道理讲本来起事是有可能成功的，不过还好，当时的嘉庆皇帝的第4个孩子，就是后来的清朝最瘦的皇帝道光皇帝绵宁，据说他当时人在深宫这，据说他是到后宫要向他的母后请安的，然后后来结束他没事逛，结果竟然外面杀声震天有很多其他的皇子都吓得拔腿就跑只有绵宁比较镇定。各位不要说他打了鸦片战争就以为他没用，不是他年轻的时候还蛮勇敢，他二话不说就把墙上的鸟铳拿了下来了另外他抓了几个身边人，说你们不要跑，你们跟我一起。他就站在楼台之上，把翻墙过来的天理教徒当场开枪击毙2人。这个枪声一响，然后有天理教徒应声中弹倒地之后，就让打进来的天理教徒就收敛了。他发现开始有禁卫军抵抗。其实我跟你讲，天理教徒他们是没有什么指挥，也没有什么训练，否则的话绵宁今天大概也死掉，因为据说跟着他一起抵抗的只有3个人。然后只有2把鸟铳，而且我们知道鸟铳填装是很慢，对不对？因为它从枪头这样动，对，那是前膛枪嘛。对，所以如果这些人持续向前杀的话，大家谁也挡不住就枪一响，打死人了，这些人竟然就吓住了整个攻势就暂停。后来其他从京师各地其他的部队驻守在京城里面的8旗部队，可以说是援军到达进入到宫廷之内，才重新在绵宁的指挥之下，将这200多人不是击毙就是逮捕才把在京师内天理教乱暂时给平定了另外在山东直隶各地大部分也都被官军所平定。当时嘉庆皇帝他人还在北方，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他非常震惊北京现在出这么大的事，他立刻赶回来。不过他赶回来的事情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对，他二话不说就封赏道光皇帝绵宁封他12000两作为奖励，另外还把他封为智亲王，表示他这个智勇双全，能够在这一次的事变当中成功的把这个事情抵挡下来。各位，这个事情满清政府能够过关当然是有点幸运，但是也反映一件事，就跟刚刚我们讲的大印案如出一辙嘛。就整个官场的腐败低效形同虚设
而且因循苟且，已经到这样的地步。各位，这个王朝到这个时候，真的只要发生一点大事，就有可能会垮台了。请记住，这个时候已经是嘉庆18年1813年。各位，欧洲有件大事也在这时候快结束，就是拿破仑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了。也就是说，欧洲人，尤其是海权帝国英国人，重新将他的炮口指向东方的古老帝国的时间也就越来越近。那满清要应付这一些内忧外患，可以说是非常危险。OK， 是。